为了不在我这一代断了香火，爷爷竟一口气给我定了3门娃娃亲，还将我的逆天气运平分给他们当彩礼。从那以后，3个家族开始飞黄腾达。可18年后，我上门履行婚约时，3家人却同时翻脸悔婚。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地位？我们3家现在的成就，是你这个蝼蚁望尘莫及的存在。陈凡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城北的穷民这辈子来不了城西的富人区？我冷眼看向3家，一旦退婚，天诛地罚，你们能承担后果吗？真是荒谬！什么狗屁婚约，不过是你爷爷编造出的谎话。陈凡，拿了钱就赶紧滚！柳如烟拿起婚书，上下打量，这就是我们的婚书，代表我们之间有婚约的东西。你要嫁给我吗？嫁给你。他拿着手里的婚书一下下拍打在我的脸上。贫民窟出了名的蝼蚁，你也配啊？下一秒，柳如烟就开始撕婚书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退婚就退婚，婚书一旦撕毁，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们霍家。柳如烟干净利落地将婚书撕了个粉碎。我叹口气，摇了摇头。我这次出来不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的，可他们非要自作孽，那我也管不了。什么狗屁天谴？要真有天谴，怎么还不降下一道天雷劈死我啊？柳如烟解气了，拍着手上的碎渣，可手上的红色光斑怎么都洗不干净。婚书一毁，天雷将至，你擦不干净了。原本准备撕掉婚书的白浅月跟吕莹莹后知后觉，有些不敢了。我爷爷曾经确实说过，这婚书关乎3家气运，不会真像陈凡说的一样吧？正说着，一道苍老年迈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我吕家立足20载，靠的是雄厚的底蕴，可不是什么狗屁的婚书。一个毛头小儿可以骗骗小丫头，却骗不了老夫。我抠了抠耳朵，仰头看着天，原本晴空万里的湛蓝色已经覆盖了一层乌云。是吗？爸爸，莹莹莫怕，这穷鬼骗的就是你们这样单纯善良的小姑娘。我吕苍良混迹20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小子，识相的把这退婚书签了。吕苍良将一纸退婚书扔给了我。小的不懂事，老的也出来装糊涂。老头别忘了，你们吕家也是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。当初是你们3家找上门，求爷爷告奶奶求的我家祖宗，磕头磕的骨头都裂了，是我们陈家用100年龙运交换，才替你们逆天改命的。无知宵小，我吕家头可顶天，脚可立地，吕家一草一木都是我们打拼出来的。你一句气运就抹杀了我全部心血，老夫不与你争论，要么签字，要么死。吕家身后的保镖个个块头十足，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我坐在马路边，摊开婚书，笔。保镖递过来笔，却直接扔在了地上，低头不屑地望着我，用脚将笔踢给了我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，无所谓，没必要跟将死之人计较。爸，还是你有本事，能让他乖乖退婚，跟这样的下等货色有婚约，传出去都丢死人了。柳如烟惊呼一声，消失了，我洗掉了。果然，这穷鬼就是在骗我们。天空乌云密布，远边还闪烁着闪电的微光。陈凡，你说的天谴在哪呢？坑蒙拐骗的孬种！话音刚落，一道闪电劈了下来。阿爸，不会真的有什么天谴吧？不过是雷雨天而已，怕什么？小子，你再拖延时间，我就先折你一条胳膊。契约婚书哪有那么好签？等着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吕家老爷子慌忙间拄着拐杖过来，他是最清楚厉害的人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契约婚书一旦毁婚，天诛地灭，吕家一切崩于眼前。孙女婿，不要签！吕家老爷子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，下一秒被一股强大的飓风卷退紧。我放下了笔，把签好的婚书扔了过去。风太大，我没听清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吕家老爷子抱着婚书，手都在打颤。陈凡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敢推我爷爷！你知道我们吕家是何等荣耀，就是100个你都不够看的，你怎么敢的？推？我什么时候推他了？分明是他自己受不了刺激，倒在地上的。我也没了耐心再跟他们耗下去，转头看向白浅月。你呢？也要退婚吗？当然退，不然还要嫁给你这种穷酸货吗？我刚拿起笔，白浅月也将婚书撕了个干净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撕掉就是。我叹口气，出城这一遭，每一步都在我意料之外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陈先生，我们吕家不退，不退。老爷子，这退婚书已经签下了。吕莹莹拉着他，爷爷，您年纪大了，不要被他骗了。你也不忍心让莹莹嫁给一个贫民窟的穷鬼吧？吕家老爷子看着手里的退婚书，都是命啊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些年，吕家一切都靠陈先生托举。吕某谢谢陈先生了。他朝我郑重一拜。陈凡，你到底给我爷爷喂了什么迷魂汤？算了，反正这样的穷鬼以后也见不到了。视线中突然多出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。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第一次出城，我担心你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性格胆怯的沈月儿害羞地低下了头。又来一个穷酸货，又是贫民窟出来的吧？沈月儿害怕地躲在我身后。这是我朋友，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朋友。婚约作废，3家天罚，而陈家的气运将100倍奉还。月儿，从明天开始，哥带着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沈月儿怯生生地点头。柳如烟笑着鼓掌。好一对穷苦鸳鸯，还吃香的喝辣的，我看你们连饭都吃不起吧？柳如烟拍了拍手，保镖将1箱钱全倒在了我们面前。拿去吧，带着你这苦命鸳鸯滚回贫民窟，这些钱够你们活到死了。从此以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身后忽然吹起大风，把眼前的钱全部卷起，吹在柳如烟的脸上。柳如烟不耐烦地抓下去，定睛一看是冥币。陈凡，你又在搞什么？柳如烟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再说不出一句话。纷飞的钞票全都变成了冥币。红色的闪电劈在地上，水泥的马路被劈出一道道黑色的电痕，雨一滴一滴拍落。我若有所思地看向天空。你们准备好接受自己的失败了吗？吕苍良跟白浅月的电话突然响起。吕总，不好了，我们送货物的13架飞机坠毁了7架。吕苍良咬着牙，慌什么？只是碰上了极端天气，7架而已，我吕家赔得起。剩下的6架不知所踪。什么？我这就回去。另一边的白浅月电话里全是对白浅月的斥责。我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就是这么做的，为什么到手的生意还会飞？你知道下午这话我们股票跌了多少吗？再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公司就要跌垮。
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白浅月一边打电话一边上了车，一时间只剩下了柳如烟。陈凡，真的有天谴吗？说完，沈月儿被柳如烟瞪了一眼，又缩在了我身后。我常年混迹娱乐圈，身边的大师不说几百、几十个还是有的。什么气运婚书，不过是子虚乌有。我看着手机，各个应用都在转载柳如烟的黑料。那就祝你好运。谁要你的好运？一个走不出贫民窟的烂货也有好运？痴人说梦。我摇摇头，带着沈月儿去吃饭。沈月儿抱着我的手臂，没事，我相信你。那哥带你吃好的去。我笑着摸着沈月儿的头。你跟沈伯伯的恩情我铭记于心，以后我会加倍偿还。手机震动，爷爷发来了语音。看来婚约作废了也好，爷爷再给你找几门婚约。对了，臭小子，我约莫算了一下，天罚就在这一个时辰内，你尽可能离那3家远一些，不要被雷劈了。知道了。发完语音，我转身带着月儿进了一家高档商场。月儿，你去那边挑你喜欢的，不用在意钱，哥一会儿来给你买。好。我转身去了隔壁的男装，我给沈伯伯挑了几身面料轻薄的衣服，刚要结账，听见隔壁传来月儿的尖叫。钱过去了，东西我一会儿来拿。说完我就去了月儿的店，月儿倒在地上，怀里抱着衣服，白浅月站在她对面。这也是你派来的地方，知道这里东西多少钱吗？这身打扮进了商场，都是玷污了这里。你的脏手碰了衣服，以后怎么卖？贫民窟的人身上都是细菌。月儿抱着衣服，委屈但依旧咬着牙。我们有钱，我们能买。就凭你，还是凭借满口谎话的陈凡。对了，他说的天罚呢？我倒是想问问他，他所谓的天罚又在哪里？1个小时内就到了，到时候劈死你！你疯婆子！我把月儿扶了起来。没错，1个小时内劈死你！庄必凡，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，还不知道吧？整个商场都是我白家的产业，你带着他滚出去！我微微一愣，整个商场都是白家的。白浅月意味分明的笑着，傲娇的抬起下巴。当然，像你这样的穷鬼，能来西城走一趟，回去也够你吹牛的资本了。既然是你白家的产业，我确实该离得远一些。白浅月瞪一眼保镖，这样的东西放进来干什么？消费不起的废物，只会睁着眼睛羡慕的货色，赶紧给我赶出去！我看着跟爷爷的通话记录，1个时辰就快到了。月儿，咱们走，我带你去其他地方。白浅月双手抱胸，傲慢的哼了一声，身后的店员急忙跑过来找我。先生，您买的衣裳。谢谢。我拿着包装袋，快速往外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你在搞什么？他怎么能买得起？把它卖了都买不起一双袜子。小姐，那确实是庄先生买的，付款记录还在呢。你开什么玩笑？白浅月不敢置信的看着小票，我拉着沈月儿跑得气喘吁吁。庄必凡，怎么了？跑这么快？一出门，外面电闪雷鸣，3道血红色的雷云笼罩整个西城。在走出商场的瞬间，一道血色天雷打在了商场里。白浅月狼狈的跑出来，脸色发青。他走到哪，血雷就劈到哪。庄必凡，他不用管，婚书还在也就罢了，婚书都撕烂了，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。第2天新闻上沸沸扬扬，昨天晚上天雷轰了1个晚上，白家的中心大厦被夷为平地，吕家30架飞机坠毁，15艘游轮沉海，股市低停，一线影后柳如烟黑料满天飞。月儿，我要去趟西城，给你跟伯伯买个房子。哎，庄必凡，你等等。我回过头，香软的身体瞬间扑过来。月儿，庄必凡，谢谢你。月儿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转头就害羞的跑了。我摸着脸，耳朵红到了耳根。等我回来。西城大洗牌，首演通天的吕家一夜没落。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这是我家，我家。白浅月被人赶了出来。真不好意思了，白小姐，主要是有人买下了中线别墅，不然我还能勉强让您住几天。整个西城还有谁能买？我白家就算一夜没落，可几十年根基还在，大家族不会在这个时候拍下我家庄园的。白小姐，这个镇没必要骗您，确实被人买了，不过不是西城的，是从北城来的。北城贫民窟那个地方的废物怎么可能买得起？突然想到什么，白浅月脸色大变。除非白浅月回过头，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身影。抱歉了，想买个别墅，我看了位置，白家的庄园很是不错。白浅月高傲着姿态，下一秒红了眼睛。是天罚吗？我懒得跟他说话，随便你怎么说。下一秒，白浅月跪在了我面前。我愿意嫁给你。我签了买房的合同，没看他一眼。白小姐现在说这话会不会太晚了？婚书一毁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况且我提醒过你们。我把合同给过去，他卖笑着。好的，庄先生，这是您的钥匙。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进入鼻息，我停下脚步，身后的人直接撞了上来。我回过头，面前是一个戴着帽子跟口罩的女人。庄必凡，我跟你回去，你放心，我虽然混娱乐圈，一个男人都没有，但是我很干净的。柳如烟开口，我才知道她是谁。柳如烟，你是疯了吗？做错了就立正挨打，我怎么疯了？我可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说完，柳如烟摘下口罩跟墨镜，一双眼睛看我时柔情似水。我也愿意。吕莹莹也跑了过来。庄必凡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爷爷已经打过我了。庄必凡，求你不计前嫌原谅我吧，不然我真的回不了家了。说着，吕莹莹举起了手，手肿的老高，还带着血痕。我挠着头，不知所措。白浅月也逼近一步。庄必凡，行不行的？你给句话啊！我挠着脸，确实也为难。我家庄园很大，全都要行不行？不行。一声不行传来，沈月儿也跑来了，上来就揪着我的耳朵。庄必凡，你说什么呢？月儿红了眼眶，急得直跺脚。庄必凡，你不是说出来买房子吗？要不是我不放心跟着出来，是不是晚上你就要洞房了？没。我揉着耳朵，沈月儿已经先一步进去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？白浅月也跟着进去了。这是我家，我住一下不过分吧？我家婚书可没撕，但是我把退婚书撕了，所以我们婚约还作数的吧？我也要住。吕莹莹也跑了进去。柳如烟看我一眼，立马别过视线，跑了进去。下午的时候，爷爷来了，我陪着他走了一会儿。顺其自然就好，你们之间可是契约婚书，只要你还没有结婚，你们之间的羁绊就会一直在的。等你娶一个，跟其他姑娘的羁绊就消失了。那我要是一直不结婚，岂不是？我爷爷咳嗽2声。你这混账小子！不过你如果都不喜欢，爷爷我这还有几个老朋友，他们的孙女外孙女也是个顶个的漂亮。闻言，我两眼放光。真的？余光扫到什么？发现旁边的竹林里都是人，几个人的脸色看起来也都不太好。我还有几个老朋友要去见，晚一些我过去，你去吗？我点点头。可以啊。等回去
收拾完了行李，我拉着行李箱下楼，发现楼下的4个人也都大包小包的提着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跟你一起去啊！爷爷从外面走进来，看着客厅的几个姑娘，也跟着挠了挠头。算了，老头子，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哎，爷爷，我要追出去，几个人却把我拦了下来。庄必凡，你哪都不许去！对，至少在没选出未婚妻前，你哪都不准去。那我回去想想。在几个人威逼的眼神下，我又回了房间。只是他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我顺着2楼的窗户就跳下去了。爷爷，走。你这臭小子！我看着爷爷，爷爷，你朋友的孙女哪个最漂亮？外面的太阳刚刚落山，半边天都是橙黄色的，安逸清静。前世在跑腿途中意外接到一个800块的打单，送一个小男孩去公园等他的爸爸。结果我刚把小男孩交到他爸手里，转头就接到了雇主电话。孩子爸爸已经到了，你人在哪呢？孩子不是已经交到他爸爸手里了吗？我这还有他爸亲笔签收的字据呢。你别开玩笑啊！他爸现在一个人在北山公园门口，你在哪？我傻了，急忙调转机车回去，结果只看到孩子爸爸一个人焦急地站在公园门口。我顿觉不妙，迅速联系了景区负责人，同时报了警。警察通过排查监控，证实我从未带着孩子出现在过北山公园门口。最终，我被以拐卖儿童的罪名抓进了监狱。开庭当天，失去孩子的父亲情绪失控，将我活活捅死。在睁眼，我竟回到了接单这天。我和他爸离婚了，今天周日是他探视孩子的日子，我不想让他打扰我现在的生活，所以没告诉他地址，只好麻烦你把孩子送去北山公园交给他爸，晚上我会去约定好的地方接他的。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猛地抬头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见我脸色有些难看，雇主贴心地问：怎么了？有什么难处吗？打开手机一看，平台已经显示接单了。按照规定，接单后退单的话，要10倍处罚，除非雇主自己取消。一单800，10倍就是8000，快抵上我1个月工资了。更何况我闺女还躺在医院里等着救命钱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我家里还有点急事，能不能麻烦你取消一下，重新找人接单？开什么玩笑？你这是在浪费我时间，都已经等你半天了，一会儿还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你要是不想接，我就去平台投诉你。一旦被投诉，罚金还要再翻1倍，交不起就会被开除。眼下我还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那好吧，我这就去。我想，只要我这次把孩子交到他爸手里后，一直跟着他们总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？太好了，我给你额外100块的打赏。雇主一边点着手机给我打赏，一边给小男孩背上他的小书包，然后交到了我手里。妈妈再见。电梯里，我俩谁也没有先说话，而我看似闭着眼睛养神，实际上是在复盘上一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现在人贩子拐走小孩的案件太多了，一般的母亲是不会放心把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带的。刚才那个雇主说他等了我半天，一会儿还急着去见客户，可他分明连妆都还没开始化。如果他真的这么着急的话，在等我的这段时间里，他难道不应该先收拾自己吗？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，惊得我一身冷汗。旁边的小男孩还在自顾自玩着手里的玩具飞机，我看了他一眼，蹲下身来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子豪，周子豪。子豪小朋友，平时在家你妈妈对你怎么样啊？妈妈对我可好了，不仅送我去最贵的学校，还给我买好多的玩具。说着又歪着头看我。叔叔，你也会给你的孩子买好多玩具吗？小男孩的话让我心里一咯噔，想到这么多年来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女儿，她也跟眼前的小男孩差不多大，却经历了几次化疗，头发都掉光了，但她跟小男孩一样懂事，会帮我抹去脸上的泪水，指着他那个缝了许多补丁的布娃娃安慰我。爸爸没事，我只是跟小兔子一样有点坏了，修一修就还是能够陪着你的。想到这，我眼圈忍不住的泛红，连带着看眼前的小男孩也多了几分同情。这一世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。出了电梯，我并没有急着送去北山公园，而是一直蹲守在雇主家的地下车库。10几分钟后，男孩妈妈果然化了一个美美的妆，拎着一个贵重的包包下楼来了。我一直注视着他上了车，开车出了小区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他没什么问题。叔叔，我们还不走吗？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把头盔给他。小男孩戴上头盔上了我的机车后座，小手扯住我两侧的衣边。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我到了指定地点，不远处的公园门口，与上一世一模一样的男人正焦急地抬眼四望。我把车停好，刚要跟他打招呼，一回头却惊恐地发现孩子不见了。莫名的恐慌席卷了我全身，头皮瞬间麻了起来。子豪，周子豪小朋友。我把嗓音放到了最大，却无人回应。孩子爸听到我的喊声冲了过来，一把揪住了我的衣领。你就是接单的人对吧？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去哪里了？我脸色刷得白成了纸，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的经历如梦魇般笼罩着我。孩子爸看我脸色就知道我把孩子弄丢了，他愤怒不已地朝我挥拳。一定是你把我儿子藏起来了！我被他打得吐血，嘴里一股铁锈味，却第一时间颤抖着手掏出手机，惊慌失措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孩子爸也渐渐恢复了理智，爬起来去找公园的负责人调取监控。警察赶来后，通过雇主家门口的监控和平台的接单记录，证实孩子确实是被我接走的。但公园门口的监控显示我是一个人来的，机车后面根本没有孩子，跟上一世一样。警察断定一定是我在这途中拐走了孩子，交给了什么人。我没有，要真是我拐走了孩子，为什么还要来公园？平台有你的身份信息，你知道自己跑不了，所以假装来公园，妄图洗清嫌疑。这时，男孩妈妈也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匆匆赶来。妆容精致的女人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冲上来就用她手里的包砸我的头。畜生，你还我孩子！小豪才8岁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要多少钱直说好不好？快把我孩子交出来！我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自作聪明的人贩子，以为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到他头上。可恶，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社会败类，害得多少家庭支离破碎。依我看，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有孩子，生了也会被老天带走。不知何时，周围已经围满了人，对着我口诛笔伐。孩子有消息了。闻言，我心中一喜，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爬起来就朝那小警察冲过去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我儿子在哪里？求求你快告诉我！男孩爸妈也冲了过来，妈妈甚至扑通一声给那个警察跪了下来。只要我儿子能平安无事，我
我少活10年也愿意。是呀，警察同志，我儿子到底在哪里？能不能让我们马上见到他？周围人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然而小警察脸上却浮现出复杂的神色。孩子是有消息了，不过是绑匪打来的，绑匪提出要5000万的赎金，还说不是你，分明是你起了歹心，把我儿子交给了你的同伙。5000万，你可真敢开口啊！快把我儿子交出来，否则拿了钱你也没命花。气愤的母亲第一个冲上来，不停地扇我耳光，还恶毒地咒骂我。我被他扇得脑袋嗡嗡作响，没账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庄必凡同志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赶紧把同伙供出来，争取宽大处理，否则晚了孩子出了什么事，你休想洗清嫌疑。我知道，跟上一世一样，所有人都认为是我拐走了孩子，我会再一次被收监、被捅死。我颓然地揪着自己的头发，实在想不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明明孩子就在我的机车上，是怎么凭空消失的？又怎么到了绑匪手里？你也有女儿吧？她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你是不是为了筹集她的医药费，所以才选择绑架别人家的孩子？要是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罪大恶极的人贩子，你让他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？不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孩子真不是我绑架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警察同志，我不能坐牢，求求你们还我一个公道。说着，我挣扎着爬过去，死死揪住林警官的裤腿。我要是坐牢了，女儿就断了经济来源，医院会给她停药的，而一旦停药，她就必死无疑了。我什么委屈都能受，可我想我女儿能活着呀。林警官似乎有些动容。孩子是你带走的，你说不是你，那他是怎么凭空消失的？说不出来了吧？依我看，你分明就是监守自盗。怪不得你女儿要的病，原来是报应。你说什么？我猛地冲到那个男人面前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不许咒我女儿！我说错了吗？你绑架别人的孩子，却在这儿假惺惺的维护自己的女儿。你女儿最倒霉的就是有你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爸爸。眼看着矛盾又起，林警官赶紧让人去把警车开过来，把我带回局子里。我明知道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但又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我开始回想从我接单到去雇主家，再到送孩子的途中的一切蛛丝马迹。正当警车开到我脚边的时候，我忽然灵光一闪，大梦初醒般，我知道孩子是怎么凭空消失的了。听了我的话，所有人都身躯一震，顿时来了精神。怎么消失的？是我前妻趁我不注意带走了孩子。我说的一脸诚恳，看上去毫无撒谎的可能。林警官皱眉，似乎不太相信。你前妻，你该不会是在蓄意报复吧？有嫌疑不排查，这就是你们警察办案的态度。没办法，林警官只好叫人去把我前妻带了过来。等前妻匆匆赶到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满脸的鄙夷。庄必凡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什么时候带走孩子了？自己作恶多端，还想拉着我帮你顶罪？别痴心妄想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今天一天都在工作岗位，我的同事可以给我证明，你们千万不要听他瞎说。来的路上，警察同志已经跟他说了来龙去脉，所以他这会儿对我十分的愤懑。想到昔日相爱的两个人，到了如今只能恶语相向，我忍不住一阵心酸。想当初我1个月9000多的工资，自己只留500块零花，他却还是嫌我没本事，不能给他想要的生活。后来女儿生病，让他去缴费，他却连2万块都刷不出来。最后才发现，他背着我把所有的钱给他娘家弟弟买房了。你在耍我，知不知道戏弄公职人员是什么罪名？哼，我女儿还在医院没人照顾，我不得不给她安排后路。你要真这么为你女儿着想，就不该做出违法犯罪的事。我说了，孩子不是我绑走的，我知道她是怎么消失的了。我要求当众播放全路段的监控。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如果想找出真凶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否则就算是到了法庭上，我也不会认罪的。林警官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，但想到能够抓到凶手，折腾一下也不算什么。你最好不是在拖延时间。说着，便叫人去调取全路段的监控去了。林警官这边尚未有消息，围观的人却坐不住了。我看他十有八九在为自己的同伙争取时间。我也觉得，刚才监控明明都很清楚了，就是他把孩子拐走的。警察同志，不要浪费时间啊，不然一会儿坏人就真的跑了。见群情激动，林警官担心别人会以为他跟我狼狈为奸，拖延时间，于是站出来说话：大家静一静，现在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实名制的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就算他的同伙真跑了，我们也能把他抓回来。现在首先要搞清楚的是，孩子是怎么凭空消失，又怎么到了绑匪手里的。这时，负责调取监控的小警员捧着电脑过来了，开始按照我说的播放全路段监控。监控显示，我从雇主家接到孩子，便骑着机车一路出发，一直到清水街附近，孩子都在我车上。但后来我调转车头，进了清水街后面一条小巷子，小巷子里没有监控，出来的时候孩子就消失无踪了。还说不是他，看到没？进了巷子里他就把孩子交给同伙了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本想自证清白，没想到坐实了自己的罪名，牢底坐穿吧就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孩子就是在清水街背面的小巷子里失踪的。我之所以会拐进清水街这条巷子，是因为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接到了孩子父亲的电话，说他已经到了。挂完电话，前方路段就出了一起车祸，交警封路了。通往北山公园最近的就是清水街背后这条路，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去交警对问，他们应该有出警记录。这种事没办法造假，林警官立马打电话去查证。是的，车祸发生时间在8点54分，受伤的4个孕妇，现场挺严重的，不得已只能封路。林警官看了一眼监控上面我出现在这个路段的时间，刚好吻合，证明我说的没有假话，所以人的表情都开始疑惑起来。难道真的不是他？不会吧，有这巧的事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可你进了清水街背面这条巷子出来后，为什么孩子就不见了？这就需要你调取另外一段路的监控了。
清水街背后的这条小巷子共有4个出口，技术人员很快就调到了4个出口的监控，通过当众播放比对，发现孩子的身影单独出现在了其中一个出口。根据监控画面显示，周子豪小朋友一脸淡定地背着自己的小书包，转头坐上了702的公交车。不对呀，这孩子这么淡定，怎么好像是自己下车的？不应该啊，那么大一个孩子从他车上跳下来，他会不知道？说不定是他故意把孩子撵下车的一种手段而已。周围猜测声四起，真相扑朔迷离，林警官一时也摸不清头脑了。你在巷子里有没有停过车，或者孩子下车你有没有感觉？停过车，当时有个小女孩从旁边的居民楼里横穿出来，我差点撞上她，只能急刹。那当时孩子还在你车上吗？在，当时她的头盔还撞到了我的后背。这么说很有可能是你刹车以后，孩子自己从你车上下来的。对，当时小女孩的母亲冲出来了，她的母亲很泼辣，一个劲儿的骂我差点撞到她女儿，我不停跟她道歉，孩子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下车的。说完，我赶紧掏出手机查了一下702公交车的路线，果不其然，其中有一站距离清水河很近。我把公交路线给林警官看，林警官立马联系了公交公司，找当时开这班公交的师傅询问。确实有个小孩上了车，也确实在清水河公交站下的车。调取的监控也证实了这一点，但清水河附近却是没有监控的，线索到这里又断了，但好歹洗清了我的嫌疑。孩子他爸，你知不知道子豪为什么要去清水河？孩子的父亲明显已经想到了什么，脸上有了一丝动容，但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，迟疑着不肯说。林警官，我记得清水河那边有很多钓鱼的，对吗？林警官显然也想到了，于是安排了几个警察去河边排查。不一会儿，果然有个钓鱼佬被带了过来。你见过监控里的这个孩子吗？见过，当时他一个人在河边转悠，我以为是哪里来的贪玩的小孩，还吓唬他让他赶紧离开。他当时身边有别的人在吗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，不过说是要等他叔叔。那他等到了没？你后面还见过他吗？没有，后面我就没注意了。眼下所有证据都说明孩子是被他叔叔带走的。看来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。好家伙，那我们刚才岂不是错怪人家了？难道就没人好奇，孩子既然是被他叔叔带走的，又为什么会落到绑匪手里？莫非他叔叔是绑匪？此时，我跟林警官的视线都投向了孩子爸身上，这个问题或许只有他能解答。周博宇同志，你还有一个弟弟吗？现在能不能快速联系到他？周博宇脸色十分难看，犹豫着不想打这通电话。一旁的孩子妈直接扑过来，揪住他的衣领逼问：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维护你那个弟弟？快给你弟弟打电话！要是晚1分钟，儿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就是帮凶！孩子妈的话警醒了他，周博宇立马拿出手机拨打他弟弟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林警官给旁边的技术人员打了一个眼色，技术员立马开始监听定位。喂，听到声音那一刻，我快速夺过电话，直接掐断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能暴露咱们已经猜出凶手是他这件事，否则孩子安全受到威胁，他说不定会选择鱼死网破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觉得有道理。一会儿你重新拨过去，就假装问他借钱，唠几句，给技术人员争取一点时间就行。周博宇点了点头，我把手机还给他，他又重新拨了过去。博光啊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你侄子被人绑架了。没啊，绑匪要5000万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天师哥，我的处境你还不知道吗？兄弟俩聊得有来有回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，一双双眼睛全都锁在了技术人员的电脑上。很快，通过卫星锁定了周博光所在的位置。怎么样，有结果了吗？通过技术锁定，嫌疑人就在清溪河附近一家咖啡厅。所有人一听，全都欢呼雀跃起来。林警官立马派出几个警察前去对嫌疑人进行抓捕。不一会儿，周博光就被带了过来，孩子也紧随其后。子豪，儿子，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，孩子的父母无不欢喜流泪，妈妈更是冲过去，一把将孩子抱进了怀里。这时，技术人员通过声音比对，也证实了周博光便就是先前打电话来的绑匪。孩子还真是被他叔叔绑走的。这叔叔为什么要绑架自己的侄子？周围人窃窃私语。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。你为什么要绑走我儿子？他可是你亲侄子，你是畜生吗？孩子的妈妈气愤不已，冲上去就给了周博光一记耳光。周博光一副魂不吝的模样，摸着被打疼的脸，玩世不恭地说道：没钱了，找你这个钱嫂子借点钱花花。原来半年前，周博光谈了个女朋友，对方开口就要房要车，还要38万8的彩礼，父母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便去找周博宇，想要大儿子帮帮这个弟弟。周博宇碍于二老的面子，就回去找自己老婆商量，谁知他老婆一听立马不同意，并且为了不被周博宇一家吸血，直截了当的跟周博宇离了婚。最终无以为生的周博光开始借起了网贷，然后便越滚越多，眼看着还不上，被人四处追债，便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侄子身上。真相大白后，周博光被收监了。等候开庭，周博宇跟林警官也一个劲儿的给我道歉。要不是这个跑腿小哥，肯定不可能这么快破案。是啊，我们都误会他了。听说他有个女儿还在医院，有没有渠道？我想给他捐款。事情发酵以后，我收到了4面8方的捐款，不仅把女儿的医药费交上了，还顺利完成了手术。面对着帮助过我和女儿的善良网友，我跟女儿表示，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会永远怀揣一颗善良感恩的心。